金日成跟邓小平曾经抱在一起，如同兄弟啊。当时邓小平是被毛泽东视为接班人的。当邓小平时代，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本身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由社会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当时邓小平希望北韩可以跟随中国的步调去改革开放，可是金日成当时评估说，我不能这样做，不要改革开放，他就跟邓小平发生一些冲突，直到中国跟南韩建交，北韩才正式得到通知说跟南韩建交了。这个等于说没有打招呼，所以金日成当时就是说，你去跟南朝鲜建交，我就跟台湾建交。结果邓小平回答，如果他敢跟台湾建交，我就跟他断交。金日成听到这个之后，只好把这个直接退出。北韩绝对不是只是个小弟啊，他常常倒来倒去，他会对国际局势直接产生影响。1960年代关系坏掉之后，朝鲜方面他也就反映了，你说我是朝鲜，我就否认中国在韩战中的贡献，他把这个北韩的历史陵园就推平了。这等于就是完全不给你毛泽东任何面子。但是到了1960年代的末期，1970年代初期，金日成呢又开始调整这个政策，因为中国当时的文革本身也失败了，毛就回归比较传统的中共路线，这个时候跟北韩又恢复了一定的关系，又进入另一次的蜜月期。所以北韩在目前中国大陆典型的印象就是1970年代这一次蜜月期的开始。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当时等于说，不管是中国或者是北朝鲜，都是以苏联是修正主义，因为赫鲁雪夫就被他打成苏修嘛。是，所以我借由反苏修，又组成了一个中朝之间的一个联盟。是，那当然。当时这个金日成是不敢说像毛一样的去批判修正主义，他只是在一些文章当中暗示他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革命的道路，而不是这个向美国妥协这个道路哈。所以他跟这个赫鲁雪夫等于是暗中冲突了。后来赫鲁雪夫就被这个布里兹涅夫透过斗垮了。斗垮之后，布里兹涅夫就提议说他恢复跟中共的关系，当然也就更多的就恢复跟这个北韩朝鲜劳动党的关系。那结果毛泽东当时拒绝的，所以毛泽东跟布里兹涅夫的关系还是很坏的啊。那么金日成跟布里兹涅夫的关系呢，就恢复了啊。他那段期间呢，就是在1960年代的前期，跟苏联的关系就要比中国更近。那这种更近就造成他在1966、67、1968年的时候，跟中国的关系变成了一个非常的大的低谷，因为中国当时发生文化大革命，他们对于金日成这种暗中倾向苏联表示这个很不满。那么，并且他们就红卫兵打了一些口号，说要打倒朝修啊，打倒苏修不够，变打倒朝修。这个图是很稀有的了。这是布里兹涅夫还没坐上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时候，跟金日成的合照啊。布里兹涅夫呢，就是苏联的第4代的领导人啊，就是列宁、斯大林，然后再来是赫鲁雪夫，再来就是布里兹涅夫。其实苏联最强盛的时代啊，也最腐败的时代就是布里兹涅夫啊。那他在大陆的话就翻着勃涅日涅夫啦。那所以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对比啊。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像。从你这样子论述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北韩绝对不是只是个小弟啊，他常常在各种场合他是倒来倒去，而且他会对国际局势直接产生影响。是，我想就是这里在这个1960年代这种关系坏掉之后那么这个朝鲜方面他也就反映了，你说我是朝修怎么样，我就否认中国在这个所谓韩战当中的一种贡献了啊。他把这个北韩的历史陵园就推平了，用推土机推平了，这么狠啊！包括这个毛岸英的墓也推平了啊。所以毛岸英的墓，那后来尸骨怎么办？还在，就是他地面上那一部分推平了。哇，这么狠啊！对，曾经推平了，就等于就是完全不给你毛泽东任何面子，我连你儿子墓都推平，你怎么样？曾经那段时间，但是到了1960年代的末期，1970年代初期这个金日成呢又开始调整这个政策，因为中共的当时的文革本身也等于说失败了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9大结束以后，等于文革路线失败了那么毛就回归比较传统的中共路线，这个时候跟北韩又恢复了一定的关系，又进入这种另一次的蜜月期。那一次的蜜月期呢，使得北韩跟中共在那一段期间，就是1970年代初期那段期间，有很多的交流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陆所流行的所有的北韩元素，都是1970年代初期的，而1970年中期以后又发生了别的变化那么北韩人自己对那段的记忆都有点模糊了，可是他在现在的中国大陆的人的这个心目当中是非常非常清晰所以北韩在目前中国大陆的典型的印象就是1970年代的这一次蜜月期的开始。是。那这个同一时间，就是
他跟苏联的关系，苏联关系它是维持一个平衡的关系，在但是有一点在意识形态上有所疏远。但有一件事情是它跟苏联绑在一起了，就苏联它对它整个的这个东欧体系，它推行一个经互会啊，对，经济互助委员会，经济互助委员会它里面有这个产业分工，这个产业分工呢，使得东欧集团还有北韩甚至于古巴，他们的产业都比较加入这里面，比较单调，比较单调。这就是未来造成所以北韩发生危机的一个源头，就是当苏联垮台之后，你整个的这个产业分工使得他们就太单调，他没办法，他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他没办法自救了哈。所以在意识形态上，他疏远布里兹涅夫。但是我们知道布里兹涅夫有个特色，就是他对于共产兄弟是非常豪横的。是，人家说100亿补贴熏多多嘛。就是疯狂补贴，他其实不止补贴共产国家，各位，他连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第三世界的倾向共产主义或亲社会主义的政权，他很多也都是补贴。我想，如果我们讲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对外援助国，那就是苏联哈，他们的说这规模是不得了的。就布里兹涅夫，对，即使是对中国的援助也是非常可观，非常可观。那在这几个领导人的时期里面呢，毛泽东之后。还有一些故事吧。那我们很好奇，之后邓小平跟金日成之间的关系。像这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毛泽东到1976年的时候过世了嘛，接着中国换领导人了。那华国锋很短暂，我们就不提了。邓小平大家很有兴趣，邓小平时代跟金日成相处怎样？因为我们知道金日成非常长寿哦，所以他在任时间非常的长嘛。金日成跟邓小平曾经抱在一起，如同兄弟啊。可是我们好像对这段历史显得很模糊啊。是，这两个人其实在1950年代就已经认识了，而且当时邓小平是被毛泽东等于视为接班人的哈，所以他跟金日成当时就建立了很密切的关系，而且这个因为邓小平他个性上面比较放得开啊，金日成也是一个比较豪爽的人，毕竟是留发的，其实他们是有一些私交的。当邓小平时代，其实最大的问题是这两个人的情谊没变。但是中国本身发生了一个巨大改变，就是由这个社会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点让金日成其实是感到很震撼的。那其实当时不管是邓小平还是邓小平所支持的他的台前的执行者胡耀邦跟赵紫阳，都希望这个北韩可以跟随中国的步调去改革开放。可是金日成当时评估说，我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个时候又回到革命的源头了。因为中共的革命是从草根自己做起的，他敢那样做，而北韩呢其实是苏联扶持的，所以他感到如果这样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必须做到非常大程度的资讯公开。那么这样子，他所制造的这个金日成的这个神话就白头山神话，就出问题了哈。那么，并且假如说他的这个社会要多元化的话，会释放很多这个社会的这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呢，也使得这个朝鲜劳动党的单独执政会面临挑战。标改革开放，他就跟邓小平发生一些冲突，其中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冲突就是这个当时朝鲜人民军的一些装备是由中国援助的。那金日成就希望这些装备，其中包括这个歼6战机，拿到这个大陆来这个保养啊。那么拿保养，以往的这种保养都是说我送你这些武器，以后的保养我永远全包。可是这次拿给邓小平的时候，邓小平说你拿来保养没问题，不过这次我们要收钱了。这个让金日成感到非常震惊而且不满，说你这样子不是违背我们兄弟情谊吗？我等于我在前面替你们流血，现在那武器让你维修一下，你怎么是这样子？很震撼。那实质上在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动作，就是邓小平在这时候就在推动他跟韩国南韩的关系。这种关系呢，实际上这种动作，当然当时的这个北韩朝鲜他已经有所发觉，可是他的发现并没有说得到中共的证实啊。那么这个直到中国跟南韩建交，北韩才正式得到通知说跟南韩建交了。这个等于说没有打招呼，你对盟友怎么能这样做呢？那么所以金日成当时就是说你去跟这个南韩建交，跟南朝鲜建交，我就跟台湾建交。结果邓小平回答说，如果他敢跟这个台湾建交，我就跟他断交。
哇！那么应该金城听到这个之后，只好把这口气咽下去。那习近平时代跟第三代领导人金正恩之间所建构的又是什么样的中朝关系？先从中国角度看哈，就是说邓小平在继续加速的推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使得这个中国经济非常快速的摆脱了它跟朝鲜之间原来的差不多那种状态。那么这种变化呢，其实它在中国内部它引发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大陆这些几十年的这种改革开放的变化当中，它会发生一些意识形态上面的对立改变，使得这个有一些人觉得中国的社会主义面临危机啊。那么另外，中国跟西方的关系呢，没有进展的像这个原来的想象那么好，因为西方原来扶持中国主要是要去制约苏联啊以及俄罗斯，那么中国的崛起呢，让西方把中国视为竞争者，所以竞争者要压制中国的发展。那这个过程当中，就让中国人感受到他们好像跟朝鲜在意识形态上，在地缘政治利益上有很多共同的地方。那这种情况下，让他们觉得说，他们需要重新跟朝鲜建立连结。这种连结，所以这种感受是从这个江泽民时代的晚期，胡锦涛时代一直到习近平时代延续下来了哈。就是他的高层还是希望重新恢复跟朝鲜的连结，只是这个连结有时候我想是有点投鼠忌器，就是说我不太去强调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而只讲传统的邻邦、传统的这个邻居的这种友谊了啊，不就是刻意把它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淡化。所以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镜头呢，其实是整个国际政治再平衡的一个结果。但是在这个国际政治再平衡里面有一个极限，就是说它能不能够回到1950年代啊那个所谓韩战抗美援朝的过程当中，那个完全是盟友啊，至少战争期间是盟友的那个无条件的盟友一个状态，我想是非常困难啊，非常困难。这个其中一个最关键的理由就是美国人，就是中美的关系是金正恩跟川普的关系是不能比拟的哈。中美关系密切到的程度在于说，中国的几乎所有的上层人士，不管是政界的还是商界的，跟美国都有联系。而川普跟金正恩之间的关系，只是两个个人之间的互有好感。你说这到极限就是这样而已，或者说双方也有想对方利用对方打一个地缘政治牌，但是你说民间有没有这种连结，或经济利益上有没有连结啊？政治的结构上有没有这种连结？大概都没有。所以这样子啊，使得这个金正恩一直会觉得他跟现代中国之间是有一点隔膜的。相对之下，他跟现在俄罗斯跟美国是闹翻的，他就没有这层顾忌啊。所以这张照片就可以解释刚才徐阳所说的最后的一个动态了哈。我想这其实关于这个金正恩还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讲了哈。那这3张图呢给大家呢有一点韵味啊，回荡一下好，到底今天这个所谓的亲俄还是亲中？好，我认为朝鲜一直在选择自己的路线啊。是，那单纯把它当成小弟来看，大概就是误判了朝鲜在地缘政治中他自己所想表达、所想陈述的那个主体性。这就回归到上一讲我们在讨论那个主体思想的一个问题了哈。当然，关于这个朝鲜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可以讨论啊。今天我想这个关于这个历史的这个内涵已经是非常非常丰富了哈，值得大家好好消化一下哈。到底朝鲜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邻邦？它只是单纯的共产小弟吗？我想不是。但是它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吗？也不是。但你说它只是一个被摆弄的旗帜吗？那更不是。好，那事实上，它从历史的纠葛来说，跟中国简直就是有很多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啊，跟新中国那关系更是复杂到一个不行啊。